我们讲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啊，得有个笑话啊，因为好多当年的小老外记不住他们家的人的那名字啊，那这怎么？因为他们这个名字，你看他这个名字，他像是兄弟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你在这个名字里边，你就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你爸爸名字里边有个日，你儿子你不能再有日了，所以你爸爸名字里有个正，你儿子当然不能正了。因为你变成平辈了嘛，所以这个怎么记呢？就是今日成啊，就是今 has fucked， 日成啊就是意义。金正日金 is fucking， 哎，这样谁是爸爸谁是儿子，你就一下记住了。你看今日成了嘛 ，has fucked 了，然后 is fucking 了嘛，就正在日嘛，所以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排一谁排二就记住了啊，这就很容易把它记住了。好了，我们今天啊，讲他们家呢，要从根上讲啊。我们知道北朝鲜把金家的描述成了神家，然后那么讲到他们家爷爷的，就是金日成啊，开始讲金日成的太爷爷，就是金日成的祖上。金日成太爷干嘛的呢？是平壤附近的两班地主李平泽家的佃户和守墓人啊，这是真实的。我一会儿告诉你们这事怎么露出来的。他们现在连朝鲜都不能改，为什么？因为什么？金日成，你今天打开百度，打开谷歌，你看金日成的祖上，你祖先或者金日成家，他说金日成爷爷在平壤附近两班地主李平泽家做佃农和守墓人啊。什么叫两班？你们知道吗？两班，我给你们，两班就是韩语发音叫央办啊，央办就是两班，央办是哪两班呢？是温办和武办，就是文官和武官。啊，两班就是两班，文班武班，两班肃立啊，文臣在左，武将在右，这就叫两班。在朝鲜，它指的是古代朝鲜的贵族官僚阶层。所以呢，全朝鲜举国一共有多少个两班呢？两班家族一共有1685个，1685个韩国的家庭啊或者家族属于两班贵族。所以这个李平泽就是他们家的主子啊，他们家呢是给人李平泽家做佃户的这么一个农民啊，死了之后给人家守灵啊，不是什么贵族啊，说他们家是贵族的就是一派胡言。那么朝鲜时代，古代朝鲜时代啊，或者古代韩国时代，他这个人呢分等级。它分多少级呢？整个朝鲜分6级，你就记住，上等就是皇室啊，直升最高级就是皇室啊。那么中等老百姓呢，就分成4级。4级是哪4级呢？两班就是第1级，两班就是士大夫嘛，啊，当官的啊，一共1685户，这是两班。中间那个叫中人啊，就是平民的第2级，叫中人。中人是什么呢？就是官员的良妾生的后代，就叫中人。中人呢，你还不是普通老百姓啊，你是两班的妾室，这就叫中人啊。这样的家庭，下一等呢叫长民，就是平民啊，长民。再下一等呢叫白丁啊，白丁是干嘛的？说文盲，对，他就是屠夫啊，这就是杀猪的啊，这个织系贩履的，这就是白丁。这是4等平民，4等平民之下是贱民，贱民是什么呢？奴婢、娼妓。啊，以及奴婢娼妓出身的妾室所生的子女，在朝鲜最下层叫贱民。金日成家族呢是良民第3等，也就是往下数，往到了数第3等，也是往正数第3等，是朝鲜最常见的平民老百姓啊，市井平民。所以呢，啊，对，王室不是皇室，他说的对啊，朝鲜不是皇是王啊，但是呢，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金日成的太爷爷呢，并不是家族，并不是什么啊体面的那个大官，他不是啊。那么到他的爷爷啊，就是他亲爷爷啊，金太阳的亲爷爷叫什么呢？叫金辅玄。金辅玄啊，在朝鲜的官方历史1871年出生。金辅玄是朝鲜农学家啊，以平安道金氏为名，所以呢，在朝鲜设立了金辅玄农业大学，那是农学家。哎，就是你看，我爷爷是当年奉天的皮革行的掌柜的啊。那如果我荣登大宝的话，按照这个理论发明的话，那我爷爷就是动物学家达尔文的当年的同一个级别的这个高人啊，所以呢，就是可以给我爷爷弄一个生物学家，哎，所以这个生物学大学，哎，这一派胡言啊，为什么？你想他爹是守墓人，
佃户，那他儿子是啥？金辅权是啥？金辅权当然也是个农民了，那么就是农学家了。所以这纯粹属于后代发明啊，就是等于宗庆后发明了宗泽啊，李渊发明了李耳。1871年出生的金辅权，那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呢？是个变化的世界啊！1871年事情开始变化了。俾斯麦那一年统一了德意志，巴黎公社开始闹革命，推翻了王朝。1871年，共产国际的火星在欧洲诞生，日本派遣出近现代的第一个出访团访问欧洲，开始明治维新。那一年，中国和俄罗斯打仗打输了，签了个伊犁条约。那一年，洛杉矶、温哥华、西雅图发生了大排华，旧金山还有，那就是1871年的事件。所以，金辅权一生啊，就是个农民，老实巴交的。他生了3个儿子啊，长子叫金日成啊，他那个金辅权的儿子我说错了，金辅权的儿子叫金亨济，哎，这就近了啊。金亨济是1894年生的，是金辅权的儿子。金亨济呢也是一个农民，那么金亨济呢就生了3个儿子。到了金亨济这一辈生了3个儿子，人丁兴旺，老大就叫金承柱，老二就叫金哲柱，老三就叫金英柱。金日成就是金承柱改名的，金承柱的后来改名叫金日成，原名金承柱，这是老大。金哲柱啊，哲学的哲，金哲柱是什么呢？啊，金哲柱死得早啊，所以呢啥也没捞着。但是呢，按照朝鲜的风格呢，也给他发明了一个故事，就是也有金哲柱大学啊，金哲柱大学啊，金日成的2弟英年早逝。那么老三呢，哎，活得够长，老三叫金英柱，英雄的英。哎，咔嚓一声惊雷响，白头山出了个骑马的金将军。一会儿我跟你们讲这事儿，好玩极了这事儿啊。好了，那么我们讲金英柱是什么人呢？啊，就是金承柱、金日成的3弟。金英柱乃是翻译官啊，什么翻译官呢？就是老子吃西瓜从来不问价，吃你个破西瓜还他妈还要问价吗？啊，这个金英柱扮演的这么个角色，是著名的啊日本汉奸啊，日本陆军关东军的翻译官啊。当然这段历史很丢人呐。等于说，金日成的亲弟弟啊，金日成是抗日英雄，金日成的亲弟弟就是他妈日本翻译。那你等于好了，金辅权不用是农业了，你金辅权简直是纵横，我操，你是2边下注啊，谁赢你们家都能赢啊。所以呢，发明成什么呢？发明成敌后武工队长。哎，你服了吧？哎，就把金英柱发明成了敌后武工队的英雄啊，主导了朝鲜抗日战争的敌后工作。哎，这就是历史发明学。那么很多人呢，把金日成混同于金九啊，因为金九的家族是旧的丹东啊，就是安东金氏中的望族啊。金九是朝鲜的国父，金九是应该讲是韩国和朝鲜的共同国父。金九就是金九银石那金九，金九怎么讲呢？金九啊，这人特有意思，我给你们讲讲金九怎么出名的啊。金九在年轻的时候呢，啊，有点像当今的某人啊，当今的某位不第秀才。不第秀才呢就想造反，但是当时呢是日据时代啊，朝鲜呢已经被日本彻底占领了。那么金九呢为官无望，于是呢金九呢啊就先去上海租界。大家知道那时候的上海大概相当于今天洛杉矶啊，或者今天的澳洲啊、加拿大，它是比较自由。哎，各个国家啊混得不好的，包括中国的，哎，政治敌人把你推翻了，都可以跑到上海租界安守寓公生活。他到了租界以后呢，租了个小门脸房，挂了个牌子，时与势都在大蜀民国一边，sorry， 时与势都在大韩民国一边。哎，他就那个牌子上就写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哎，金九就在干这个事情。还说老王好耳熟啊，我操，这金九，哎，这个是历史学家呢，学历史啊都是要抄的嘛，天下历史一大抄。哎，所以你看，大蜀民国、大韩民国都是一样的。金九在上海滩租界租了个小门面房，哎，挂了个牌子，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我告诉你啊，在此之前并没有大韩民国这一说法啊，所以那是因为他是皇上啊，他是国王，所以他是个王国，大韩民国啊，临时政府。结果呢，这个大家都笑话他，就是你今天怎么笑话刘阿姨？你那当时韩国人就怎么笑话金九？说你在开玩笑吗，大哥？我操你呀！他们是不是想当官想疯了？
所以金九呢就不好意思当总统啊。金九说我们是民国嘛，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总统，我就当警察厅厅长兼内务部部长吧。哎，说有外务部吗？没有啊。那有其他部吗？没有啊。就是警察厅和内务部，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这么一个，哎，对他儿子是韩国空军创始人，韩国的空军中将。哎，金九可有意思了。金九呢，然后就说得活着呀。他1930年代，他跑到上海滩去了，就跟许文强啊、丁力啊、金九啊、杜月笙啊，哎，他们在一起混。所以金九就发现啊，哎，黑道可以挣钱，黑社会注意啊，黑社会还是可以挣钱的，就揽一些青红帮不方便干的活啊。因为什么？韩国人当年的1930几年、30年、31年的韩国人会讲日语，哎，你没听错啊，那叫高丽棒子。会讲日语，所以他在上海比中国人地位要高那么一点点啊。所以呢，金九可以就在上海呢接一些中国黑社会不擅长的工作，所以人家金九这个韩国的临时政府呢就有活干了啊，就绑个票啊、撕个票啊，囊死一个什么日本小警察啊，这就是他干的事儿。这个日本当时的警察势力非常头疼，因为一抓金九，金九就龟缩到法租界去了。那么一撤呢，金九又出来，哎，攮日本警察，劫日本富商，所以这个金九在上海呢，成为上海一害啊，治安一害，给韩国人呢丢了很大的脸。所以呢，日本人呢，一方面在外边绞杀他啊，这是外患；另一方面呢，就组织爱国韩人啊，就是爱日本帝国的韩人，在金九的那个办公室门前呢拉横幅抗议，冲击他啊，给法租界的和国际租界的巡捕房呢施加压力。管一管金九，所以金九呢，当我们描述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你们也能猜到金九的状态就混得不咋地啊。金九自己说呢，金九自己说我是乞丐中的高级乞丐啊，真的是他就是一个乞丐的状态，非常的惨啊，真的是时来天地皆同力啊，运去英雄不自由。金九手下能指挥动的，金九自己宣布啊，我有20个人，实际上我高度怀疑金九手底下有没有5个人。啊，这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1931年的大上海的真实状态啊！中国国民政府，就是蒋介石那国民政府，也看不上他啊！就是他妈的这个小猫2、3只啊，能做出什么大事来呢？而且大韩民国也没有法理依据呀，大韩一直是国王说了算呀，你金九算老几呀？算了啊，没有人资助他，全靠拉赞助。啊，拉一些反日的韩国人的赞助和上海滩黑社会接活生活，这就是韩国国父金九在1931年中国的状态。哎，时来运转，机会从来，大老王没看提词器，大老王在斜向上45度啊，机会从来留给有准备的人啊！你想造反，你就记住，你要把事弄大。啊，这个人类历史都是 copy 的。1932年1月，终于出了大事。什么大事？淞沪会战爆发，国民党、国民革命军集结几10万大军，誓要杀平日租界，把日本人撵出上海滩啊。然后打了3个月，到了3月底啊，国军彻底失败，国民政府退出上海，日军彻底占领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失去控制权，转入地下，由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啊，和当地上海的军统特务头子的大姐夫还是小舅子王亚樵，安排上海地下工作。而说周恩来呢？周恩来那时候，还比较这个共产党在这里边还比较不扮演主要角色，还主要是国民政府啊，所以呢就开始跟金九认真合作。为什么？因为中国这张脸啊，中国人已经无法在上海自由行动了。上海街头3步一岗，10步一哨，全部。但凡是中国的年轻的男人，要仔细检查，行动非常不便。而韩国人在这个里边优势尽显，于是金九抓住机会，跟王亚樵合计啊，咱弄一把大的。哎，我的手下全是韩国人，而且呢都会讲日语。我们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几10年了，大量的韩国人加入了日本军政府，所以警察部队，所以都是高丽棒子，所以日本人对于韩国人并不警惕。不如我金九出面啊，贵国政府出钱，我们干一票大的。哎呦，王亚樵说你怎么大的？金九说嗨，你想现在把你们打败了，小日本从来没有占领过像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日本人非常重视，一定会开一场驻节提灯大会，
就是大游行。那么我们就在铸节提灯大会上干他，我操，给他妈炸死他，行不行？王亚樵一想，大喜过望，我操，金兄，你有这个本事，你说要什么 money？ 哦，要 money 银两有，国民政府立刻专项给军统啊，王亚樵给军统打报告，军统立刻拨大韩民国内务部4万元特别经费，让王亚樵和金九去干。这个金九呢，就策划这个特别行动发现什么呢？日本这场铸节大会要在虹口公园举行，所有的中国人不能入内但是日本人都可以，侨民也可以人民都可以，党政军民都可以进去，每个人都要庆祝一天，所以每个人呢要带一壶，可以带一壶水壶，带一个饭盒日式饭盒，中午吃饭。于是咱他妈的就这么干了干一票大的。干什么大的呢？金九就让王亚樵按着日本人的水壶和日本人的饭盒的形状，特制了2个大炸弹，然后呢就找死士，操他妈有没有会日语的死士，我要炸了他。结果呢，没想到金九手下的韩国小弟一听说这事儿有去无回就都不去有点怂。我操，算了，国父这件事情吧我们可以先缓一缓这个时候呢，好巧不巧，这时候来了个外地的，有一个人叫尹凤吉，韩国人，也是朝鲜人。尹凤吉也是反日的热血青年。尹凤吉当时本来是投奔的白山黑水的金日成他们这些抗联的朝鲜部队，去了那儿以后发现他们是共产党。尹凤吉本人不是共产党因为尹凤吉是地主的孩子，所以尹凤吉认为共产党那套太左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于是尹凤吉就又从东北吉林满洲离开满洲，进入了上海。进入上海，他就正好投在了金九的门下。好巧不巧，他刚投奔金九的门下，金九正在设计这个事儿看金九每天愁眉苦脸，说主公有什么事情主公说，我操，你看现在这事儿妈的他们都怂，我来。我金九说，我操，真的吗？我说真的。尹凤吉说，我有2个条件。第一，咱们没有请柬，但是呢，我了解日本，我在日据时代长大你给我订一身高定的西装，高定的皮鞋，做一个高定的头发，再买一个高定的金劳，我有本事混进去。哎呦，金九高兴坏了，我操，没问题，给你定，花了200两白银看老王的视频频道的都知道，1两白银和1个银元之间的兑换关系，现在都知道200两白银1两白银差不多是1.5个大洋200两白银差不多300两大洋，300元大洋。他们已经拿了4万的经费这才拿出300，就订了全套高级西装和金劳，高级金表。然后尹凤吉在1932年4月29号真的是日本彩旗飘飘，人山人海，全日本的党政军各界人士在虹口公园召开淞沪会战铸节大会真的举行了。4月艳阳高照。4月29号，金九手下的死士尹凤吉先生穿着一身高定西装，腕表气宇轩昂，一口毫无口音毫无破绽的日语，扮成日本的高端日本人士忘带请柬了。你看我忘带了。那门卫，我操，门卫是低端日本人日本也是等级社会。一看，不能哪家公子，您请，顺利的震慑住了门卫，混入了现场。而且大摇大摆，就他那西装最帅，大摇大摆就进了他妈的主席台前第1排，主席台就在这儿，尹凤吉就坐在第1排正中间，正对着日本司令官，然后没有任何人发现问题。然后呢，就全体起立，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我操！刚他妈唱，尹凤吉就把那水壶盖拧开了，咔一拉，扔到主席台中间那位置里，当场轰爆了主席台。我操！人烟雾弥漫，主席台人全趴下，全炸翻了。尹凤吉高喊一声：“朝鲜万岁！朝鲜独立万岁！”于是呢，尹凤吉不要忘了，尹凤吉还有个饭盒呢。尹凤吉呢就打开了饭盒盖要拉饭盒盖那个绳，结果没想到，在场的日本群众
悍不畏死。我操，日本的群众啊，非常的勇猛，就把尹凤吉给摁住了。尹凤吉愣是没有拉开那个饭盒的那个导火线。尹凤吉拿了2个炸弹，一个是炸主席台炸成了，另一个是要炸自己。结果尹凤吉高喊韩国独立万岁，思密达！哎，我操，怎么拉不起开了？哇，周围的日本人群众啊，见义勇为的日本群众还给他摁住了，就给他当场擒获了。所以呢，我操，这个是尹凤吉没想到的，金九也没想到啊。当时炸死谁呀？我跟你们讲讲他的成果。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就是日本侵华远征军的一把手白川义则被炸死了，就是主席台中间这个。日本上海居民团团长河端真次，炸个半死的，炸半身不遂，手脚都炸断了的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海军中将。日本陆军第9师师团长第9师团长植田千吉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本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日本拘留团书记长有野胜，就是主席台基本上全死或半死啊！我就接着说老王，你在现场吗？我不在现场啊，但是我读的书比较多，所以呢，尹凤吉举起饭盒炸弹刚要拉的时候，被周围见义勇为的日本群众给摁住了，拉到监狱了，拷打去了。尹凤吉非常勇猛。尹凤吉就是一口咬定，谁支持你来的？你说你后边是谁？没人。后边是谁？独狼行动，我愿意。你怎么有这么精美的炸弹？我不知道，操，我捡的，打死也不说。完了，为什么没对上啊？为什么没对上呢？因为金九站出来了。金九在立刻第一时间啊，金九就宣布，这事是我干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对此事负责。你们这帮日本狗杂种，就是我大韩民国把你们炸死的，你爽不爽？怕不怕？就是老子干的。金九发布国际公开声明，表示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日本政府立刻悬赏60万银元捉拿金九。60万元，大家知道吉野号才100万，悬赏金够高的。蒋介石闻讯高潮了，蒋介石坐地排卵。蒋介石原话：连我们中国100万大军都做不到的事儿，让一个朝鲜的年轻的小伙子做到了，令人感动。蒋介石挥笔题词：别顺逆，辨是非，明大义，知生死，留正气，在天地之间，取义成仁，永垂不朽。那你说尹凤吉并不知道呀，尹凤吉他被摁住了打的正，尹凤吉不知道金九在外边宣布是自己干的。尹凤吉不懂政治，因为他很年轻，他就觉得自己干了一件犯罪的事儿，因为这是杀人的事儿，所以千万不能株连自己的哥们儿，不能让革命党被他妈的日本人给抄了，所以就是我自己干的，没有同党。金九在外边很着急，金九我有同党啊，我们就是啊。说为什么这么潦草呢，老王？我告诉你们啊，为什么这么潦草？因为给他准备了2个炸弹，所有的考虑，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了。这个炸弹不响了怎么办？那个炸弹不响了怎么办？被日本的门卫发现，被日本的保安发现了怎么办？唯独一个可能性没想到的就是扔出一个炸弹炸轰了主席台之后，另一颗炸弹还没来得及拉响就被义勇群众摁住，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嘛？因为他妈周围的群众都在这乌烟瘴气、硝烟弥漫中，都已经震慑的傻逼了，你肯定拉响了呀。这没想到日本群众是铁打的，居然就给他摁住了。所以金九和尹凤吉在事先勾兑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可能性，所以金九就在外边扯了脖子喊，说是我干的。尹凤吉就在里边就是没有啊，金九是谁？不知道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不是你派你来的？不知道呀。我大脑一片空白，就对不上这个口供，对不上口供呢，就是日本人呢，当然日本人知道肯定是金九干的，因为金九贴出了铁证。尹凤吉行动之前穿着他高定西装，拿了后边有韩国国旗，今天韩国国旗就是金九设计的，金九那个韩国国旗，尹凤吉拿着一个那个壮士什么，就是那种声明，照了个相啊，这不铁证如山嘛。但是尹凤吉在里边就是不承认是金九派来的，这是把日本人给弄糊涂了。日本人不能草菅人命，关这么大的案子不能就是他妈就杀了之后没线索了吧？所以日本人还真没有杀尹凤吉，就把尹凤吉押送到日本本土去了，要用日本本土的最先进的设备、最先进的手段审他到底是谁派的。打死也不说，就是我自己，我操，就是
4月份炸的，运到了日本本土，一直审到12月啊，这是审了8个月，最后发现他还真的就是他妈的金九派来的，于是呢就把尹奉吉给杀了啊，所以尹奉吉呢就在1932年12月，死在了日本。然后呢，蒋介石就非常的激动啊！蒋介石一看，我操他妈的，这个韩国人这么成事啊！于是蒋介石就对金九刮目相看，成为重点扶持对象。你要什么啊？金九说，我要第一要钱，革命经费给中国国民政府，就是像支援自己的部队一样，支援大韩民国国民政府。从那一场炸弹之后。你要干什么？我要组党，我们有党，组建韩国国民党。韩国的建国这个党叫韩国国民党，韩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党建的，所以它名字都一样。金九手下的这些闻讯来头的韩国热血青年，全部送到洛阳国民政府的军校进行培训。韩国的军官，陆军军官全是国民革命军培训，而且韩国中央政府就从上海迁到了南京。后来又跟着南京走到了重庆，金九和蒋介石共同缔造了今天的韩国啊！所以你看，这是你们不知道的，你们是以为韩国是美国缔造的，不是。韩国的这些缔造者们，这些国父们，都是老蒋扶植的。老美不感兴趣，当时老美对韩国一点不感兴趣啊！就1930几年的时候，一点都不感兴趣，只有俄罗斯，就是苏联、中国和日本对韩国感兴趣。美国认为这不是自己的地盘，一直打到二战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二战胜利在望，召开3巨头开罗会议，要瓜分世界。丘吉尔想在开罗会议上把朝鲜半岛重新变成殖民地，由中苏美英共管。蒋介石坚决反对，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痛斥丘吉尔，提议韩国独立。当然，罗斯福站在蒋介石一边，所以才有了开罗宣言中的这么一句话，使朝鲜在战后获得独立与自由。这是开罗宣言给予了朝鲜人建国的资格。此言一出，声明一昭告天下啊！韩国人、朝鲜人在世界各地感激涕零啊！正如后来朝鲜独立运动元老许宪所说：“3000万之朝鲜人民啊，3000里锦绣河山，对于蒋委员长极为感恩。如无蒋委员长在开罗会议所提，朝鲜断不可能获得独立资格。”二战结束之后啊，朝鲜按照开罗协议开始建国。金九坚决反对两韩独立、两韩分裂、各自建国，奔走于南韩、北韩之间啊，撺掇成立一个韩国联邦政府，力主南北统一。成立一个统一的大韩国，结果被极端力量的军官杀掉。1948年还是1944年被暗杀，所以死后被尊为现代韩国的国父。话说原来韩国的党政军的基础原来在蒋委员长一边啊。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起底朝鲜那一半，朝鲜的党政军基础如果是在那边是在蒋委员长这边，毛主席错，那时候毛主席还嫩啊，毛主席还没有天下，是谁一边呢？苏联的斯大林同志一边。前方高能啊，高能，请注意，金日成崛起。金日成是谁？金日成按官方介绍原名金成柱，后改名金一星，再改名金日成。金日成为什么改名啊？因为他的简历是苏联人发明的。根据朝鲜的官方史料，朝鲜自己的官方史料，朝鲜建国前的金日成的生涯和革命事迹有诸多的疑点，与中国和苏联保存的同一历史时期的金日成的档案不能吻合。我们先看朝鲜自己的史书记载，1926年，14岁的金日成大将军啊，14岁哦，鸡巴毛还没长大呢，就是刚刚青春期 teenager。14岁的金成柱在长白山区啊，中国吉林长白山区建立了一个名叫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组织。6年后，1932年，20岁的金成柱组建了一支朝鲜族的抗日游击队。这个游击队啊，叫什么朝鲜人民什么抗日军啊，兵强马壮，后来发展为今天的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军的军史也是按照这个来的。金成柱就是金日成的原名，在14岁的时候就上山打游击，6年以后就弄成了他妈的朝鲜人民军的
底子了啊。因为1932年的时候和1926年的时候并不存在朝鲜，也没有大韩民国，所以比朝鲜这段历史更详实的是当时的中国和苏联的记载。先看苏联，苏日两国于1941年签署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这事大家都知道，苏联和日本是签了条约的。之前抗联天天闹日本，闹满洲国，签了条约，苏联就命令所有的抗日部队在共产党体系之内的所有的抗日联军立即停止对日军的攻击和满洲国的攻击，全员撤入苏联境内，接受红军整编。1942年7月17日，全部抗联部队列入苏军序列，授予苏军番号红军远东军区第88独立步兵旅。就是我经常在我的频道里讲，远东88旅，远东88旅就是这支部队。抗联那些将军呀，什么师长、团长全去了那儿。当然，你们之前都是将军啊，都是几个军啊，虽然你们他妈的人都打没了，但是到了这儿你们不行了，全都变成了旅。所以旅长呢就是中校啊，苏军正规的中校啊，发苏军制服。副旅长、副参谋长、副司令啊，各旅部的各个参谋啊，参谋长、少校啊，旅长是中校啊，参谋长们是少校，各营营长、副营长、大尉啊，连长、副连长、中尉。但是曾在远东88旅任苏方最高指挥官的啊，苏方最高指挥官的就是苏联那个老毛子派过来的指挥官叫瓦西里·伊万诺夫。伊万诺夫后来在苏联解体之后，伊万诺夫就是还活着。伊万诺夫断然否定了金日成曾经在14岁组建过朝鲜人民军的前身，什么金城柱领导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盟啊，没有这回事。瓦西里清楚地记得，金城柱在撤入苏联接受整编的时候，仅仅是一个中尉的连长，后来还是在苏联境内整编的过程中才提拔为大尉营长啊。苏联没有上尉，所以大尉就是上尉。那么苏军指挥官和中国指挥官记录都清晰地显示，1932年，也就是说20岁的金城柱确实是在中国境内的啊，满洲境内的抗日游击队里边参军，这是肯定的。但是无论是苏军指挥官还是中国方面的相关历史都认为1932年20岁的金城柱是个新兵啊，他并不是一个打了6年仗从14岁就开始打仗的老兵油子。还是瓦西里回忆录中证实，33岁的步兵88师1营连长金城柱肩上扛的肩章就是中尉。在苏联待了1年以后，金城柱晋升为大尉营长啊，苏军的大尉其实还就上尉吧。那么在1945年，中方的记载如何呢？1945年，远东88旅作为先遣队杀入东三省，灭亡满洲国。在二战胜利在望之际，就是1945年初，远东88旅所有成员集体记功啊，所有人集体记功。当时远东88旅的中共，也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是他的旅长，叫周保中。周保中一会儿跟你讲，周保中老有意思了。周保中是云南人啊，白族的大理人啊。周保中正儿八经的是那么跟东北满洲国他们离太远了。周保中是个云南大理人啊，是金日成的恩人，特别喜欢金日成。金日成能有今天，就是因为远东88旅周保中一直栽培和爱护他，所以周保中直到今天还留着周保中的一个呈请授奖报告书啊，给金日成写的报告书。我们看到金日成此时已经在官方改名金日成啊，不叫金城柱了。军衔是大尉，1945年大尉。部队和职务，周保中手写：远东第2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第1步兵营营长啊，第1营营长确实是能打，这不用讲啊，叫第1营的一般都是主力。申请授予的勋章，红旗勋章。出生年1912年，民族朝鲜族，党龄注意啊，1932年加入中共。出生地点周保中没写啊，不详。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战争、何场战役？周保中写道：金日成同志参加1945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31年到1940年期间在满洲参加抗击日本的游击队。注意，是否负伤，何时几次，是否有伤残等级，否啊，没有受过伤。何时参加苏联红军
1942年7月17日参加苏联红军，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否，没有，从来没有受过奖励。家庭住址不详啊，因为他是参军了嘛。考语，周保中手写考语。1931年到1940年期间，金日成同志在满洲国积极参加抗日游击运动，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军事训练啊！注意是军事训练。1945年，周保中无意间明确无误地在史料中留下了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得意门生金日成，在1932年这个20岁的时候，刚刚参军的是个新兵痕迹。作为金日成一生的最大的恩人和领导，如果金日成在14岁啊，1926年就组建过朝鲜人民军的话，哪怕他只打过1发子弹，周保中都绝对会给他写进去。如果真的发生过，那么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朝鲜的记载和周保中以及88旅的苏联政委的回忆是不一样呢？让我们看看远东苏联红军特别宣传部长格里高里·梅古莱鲁的回忆录吧。梅古莱鲁·格里高里，1946年担任远东苏军宣传部部长。他说，朝鲜北半部被苏军解放后，斯大林同志要选择一个亲苏的人担当北朝鲜的领导人，于是我主导了这场选择朝鲜领袖的工作。格里高里面试了很多人，考试他们的能力、军事知识以及对苏联的忠诚程度。最受瞩目的考察者就是排名第1号的候选人，号称朝鲜的甘地啊，这个人叫曹婉植，姓曹，晚上的晚，植物的植。曹婉植当时63岁，是朝鲜民族主义者，所以跟金九一样。所以格里高里·梅古莱鲁面试他之后，认为这个人根本不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只是在嘴上拥护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一旦获得独立，第一个时间就会搞成韩国的这个独立自主。所以呢，一个一个的面试，金承柱是面试的第 N 个啊，就是根本就是最后一个了，恨不得最后一个。因为梅古莱鲁认为金承柱可能对朝鲜的情况不熟悉，因为金承柱连朝鲜话都说不利索，他一口东北大碴子，所以呢，面试时梅古莱鲁把金承柱排在了最后。结果没想到年轻的金承柱大卫对于朝鲜局势和国际问题回答如流啊，而且表示各种对苏联的敬仰和效忠。于是梅古莱鲁十分满意，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傀儡。但是金承柱毫无名气啊，在朝鲜人民中没有任何威信，因为他太年轻了。为了给金承柱撑台面，梅古莱鲁重新设计了金承柱的简历啊，宣传和任命金承柱为金日成同志，利用苏联红军的盛大铸节仪式，推出了朝鲜人民的英雄金日成，伟大的抗日者。你没听错啊！1944年底，1945年初，是苏联远东宣传部负责人梅古莱鲁·格里高里临时起意，在众多候选人中把金承柱选中了，并且把他发明成了金日成。为什么要叫他金日成呢？为什么不让他叫金承柱了？金承柱是没有名望，但是为什么叫金日成？因为金日成很有名望，苏联人、中国人，包括所有的朝鲜人都知道这个名字。金日成本尊战死了，打死了，但金日成将军的威名流传甚广，抗日大业不能损失这个无形资产。于是苏联党组织包括中共也是知情人，命令金承柱在金日成死后顶替金日成的名字。所以苏联人在内部称金承柱就是金日成为金日成二世。大家知道，因为西方有这个习惯，就是他儿子叫的名字跟他爸爸叫的名字一样，所以他就叫他二世、三世。金日成是 the second。然而，真正的金日成将军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大英雄当然有人朝鲜有一些，包括韩国有一些人传说金日成一世是金承柱的亲大爷不是亲的，是不是远亲不知道。总之，金日成的名字在1945年的朝鲜是家喻户晓，而且家喻户晓很久了，10多年了。那么如果有这个人，当时这个人的年龄就是金日成的年龄，在朝鲜老百姓的心里他应该是50多岁60岁左右。那么金承柱当时只有33岁，还长了个小娃娃脸。梅古莱美把一切都设计的那么完美，唯独忽略了娃娃脸这个关键细节。于是这是正史当时的会场一片混乱，
民众炸锅啊，正在宣布金日成同志，我操，冒牌货的假的。于是梅古莱鲁赶紧安排擦屁股补救措施，安排金城柱荣归故里。你们说的假的，让他回老家，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他老家的人都认为他是真的，你们这些在什么平壤的、汉城的，还有什么资格说他是假的？于是金城柱和苏联顾问一起返回了金日成的老家。当然了啊，这个老家的人还是很懂事啊，不懂事也被教育好了，所以金城柱啊，就是金日成二世，按照苏联人的指示，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宣布自己荣归故里。家乡人民热烈欢迎金日成荣归故里，并证明金日成就是金日成，就是长得年轻，就是冻龄。哎，没错。如此说来呢，老王，梅古莱鲁岂不是金日成的恩人啊？因为当时他可以选任何一个呀。如果选了别人的话，那不历史就跟金家没关系了？哎，没错。为什么梅古莱鲁退休了之后还在苏联什么也不是呢？为什么不把他接回去？没杀了他就不错了。所以呢，今天朝鲜的官方照片啊，我们这期的封面照片就是梅古莱鲁、金日成回荣归故里的那张历史性的照片。那你在朝鲜看到这张照片啊，你会发现梅古莱鲁那个俄罗斯人的位置啊，换成那个朝鲜人 PS 了啊。当年不知道什么技术，总之梅古莱鲁永远的在朝鲜官方照片里消失啊。金日成右手的那个像领导一样的亲爸爸，已经被换成了一个朝鲜人的脸啊。那么同一时间，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里昂纳多·维辛啊，里昂纳多·瓦辛啊，他也有回忆录，他说我们从零创造了金日成二世的简历。他说金日成二世啊，金城柱由于在中国长大，他是在吉林省长大的，他的朝鲜语十分差劲，以至于他说不流利。他的中文比朝鲜语好得多。他为了完成刚才的那个衣锦还乡的电视讲话和向人民群众的演讲，他用了整整3天时间练习讲稿，背下来朝鲜话，才在朝鲜共产党的第1次大会上顺利的读完。刚刚回到朝鲜上台的金城柱，甚至需要专门人辅导，才能发表对朝鲜群众的公开演讲。那么从韩国方面和美国方面如何记载？韩联社2009年8月12日报道，韩国的马里兰州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份美国军政时期的韩国资料，显示美国军政厅认为金日成原名金城柱，金城柱的真实身份，美国人认为是抗日英雄、大民族英雄金日成的侄子，在金日成被日本人打死后顶替了他的名字。也就是说，美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1945年10月14日，平壤举行万人集会，欢迎苏联红军解放。金日成高调亮相。金日成这个名字当然已经在朝鲜家喻户晓。哎，这是谁？姚雪峰啊，祝你生日快乐，性生活愉快啊！这个我今天要讲韩国史，一个一个的讲啊。讲完了之后，韩国朝鲜史讲完了之后啊，就是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关联的，就跟我讲完缅甸史一样。讲完缅北历史，你是不是特别清楚啊？缅北当然就应该这样。韩国朝鲜讲完，大家也会特别清楚，就应该这样。好了。那么可是金日成这张娃娃脸总归受到人民群众的疑惑啊，私下传来传去的金日成是个冒牌货，严重影响了这个金日成同志早期在朝鲜人民中的权威。所以朝鲜花了很长的时间反复塑造金日成将军的形象。注意啊，刚才那个关键点我要重复了。今天你在朝鲜提到金日成将军，在他完成了塑造的体系中，金日成将军就像七龙珠里边的那个，七龙珠里边有一个比克大魔王，比克大魔王早期叫短笛大魔王，哎，他就是不停的融合纳美克星人，最后变成一个极厉害的比克。所以金日成将军在朝鲜就变成了不停的合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在北朝鲜的官方话语体系中，金日成将军被神化的过程中，反复出现这么一个关键的历史形象，就是战斗在长白山临海雪原的血统高贵的白马将军。哎，一定要骑白马，一定战斗在临海雪原，而且是战斗在长白山。这个说法来源于朝鲜家喻户晓的比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如果是从1930年代开始的，朝鲜的抗日战争是从1910年开始的。
就是说，比中国的抗战还要长20多年的朝鲜抗日战争历史中，朝鲜老百姓越传越玄乎，越传越玄乎，家喻户晓，已经神话的金将军的故事版本，这是源头。那么朝鲜老百姓传说的金将军的故事版本有5个关键点，记住是5个关键点，最后全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第一，这个人姓金啊，必须姓金。第二，这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就是陆士的。第三，这个人乘白马啊，一定要骑白马，黑马是不行的。棕马也不行，枣红马也不行，必须骑白马。第四，活动在白头山，就是长白山。第五，领导了最早期的义兵斗争，就是1910几年的义兵斗争。5点，哇靠，符合这一特点的，甚至不是金日成一世。为什么？因为金日成一世没有白马，也没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出身，更不是什么什么出血统高贵的人。这个人是谁？这个金将军是谁？这个金将军叫金擎天啊，擎天柱的擎天。金擎天汉城人，武官世家，他也是2班家族后代。1888年出生，1909年留学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生，毕业后获得大日本帝国骑兵少尉军衔。后来金擎天民族情绪觉醒，1919年逃离日本，逃亡到满洲国，组建了大韩独立青年团，与池青天、申东天3个韩国军官啊，金擎天、池青天，池水的池，申东天啊，申东健，他哥申东天，号称南满3天。这3个将军在白头山是早期义兵的领导者，也就是早期义兵的将军，姓金的，骑白马的，真有这么一个人，非常专业的一个军人，这个人叫金擎天。也就是说，金日成融合了金擎天的所有的金城柱融合了金擎天的所有的 title， 又融合了金日成一世的所有的 title。 那么金日成一世是怎么死的呢？他们都是打死了啊。金日成一世最大的战功，也是引起他死亡的这一场战役，就是所谓的普天堡大捷。普天堡大捷现在当然也被安在了这个金日成二世身上了，其实不是啊，这是金日成一世将军做的。我都给你们考据完了，我告诉你们，金日成一世跟金日成二世完全是2个人啊，我是有证据的。全网第一次公开说这个证据的只有我大老王啊。当然，如果要是朝鲜郑恩同志啊，他威胁我就马上删掉，我就说我弄错了，我老眼昏花，我看错了。为什么普天堡大捷？根据当时《东亚日报》新闻报道，1937年6月4号晚上10点啊，1937年晚上6月4号64啊晚上10点，靠近满洲国边境的朝鲜一侧，咸镜南道普天堡，普通的普，天地的天，堡垒的堡啊，普天堡，今天就属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是北朝鲜两江道普天郡、普天镇啊，那个时候叫咸镜南道普天堡，遭到了金日成领导的共产党武装的突然袭击。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注意啊，关键词拿笔拿本记住啊！你们要到了韩国可以这么说，到朝鲜千万不要提，要不然我抓着你们杀掉你们的。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师长金日成啊，第2军第6师他不是师长啊，第2军啊是金日成是师长啊，这个是真金日成啊，就是老金日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师长金日成。第2军是什么军队呢？第2军军长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叫王德泰，政委叫魏拯民，政治部主任叫全光。这支军队的前身是满洲东部延吉、合龙、汪清、珲春4个县的抗日游击队，4个县的抗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整合起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师长叫金日成，2军的军长叫王德泰啊。那说老王，那有1军吗？有啊。1军军长是谁？1军军长你们都知道，1军军长叫赵尚志，2军叫王德泰，3军叫杨靖宇啊，要不就是杨靖宇和赵尚志，我记混了啊，就是这都是大名鼎鼎的。1936年整编之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啊，还是第2军，它叫东北人民革命军前身第2军，后边叫抗联第2军。金日成是6师师长，下辖6师的师长叫金日成啊，这是真金日成，老的那个。政委叫曹亚范啊，这是一支朝鲜部队。1937年6月4号啊，就是那天晚上，月黑风高，金日成同志领导了90名士兵
说大哥，师长领90名，不要问这些细节啊，师长是吹牛逼的啊，更像是一个连长或者营长啊。总之，金日成同志带领90名士兵分为6队，潜伏进入普天堡，和80名当地的朝鲜工作人员，就是内应响应，这些人分成16个小组，扑向16个人的家里，因为晚上10点了嘛。这些人呢是什么人的家里呢？就是普天堡当地的警察的住在所、警察的家庭、实验场、农林署、森林保护区和消防队啊。总之就是当地的那个就是那个普天堡的所有的官方机构，他们就去扑了。当时住在所里边共有7名警官啊，7名那个朝鲜的所谓的伪军啊，7名警官。那么7名警官的时候，遇袭的时候5名正在值班，所以呢，他们就马上跑了，因为这5人没睡觉，一听枪响马上跑了，无一伤亡。那么打死什么人了吗？打死了一名在家里边的幼子和母亲啊，就是因为他扑人家家去嘛，老公上班，老公在家，把孩子和小孩打死了。当然啊，这个突然袭击之下啊，这个普天堡这个驻守的这几个警察撩得比兔子都快窜了，所以第6师当晚占领了这个普天堡啊，抢夺了军械库啊，把那个枪支弹药给抢走了。哎呀，这个东西在日本和朝鲜引发轩然大波，因为这个治安还是很好的，在朝鲜内陆发生这种事情啊，所以呢，各大报纸广为报道，金日成的大名从此为朝鲜人民所知啊。朝鲜人民为什么到处传金日成呢？因为是日本和伪军朝鲜在给他宣传，因为日军当时就提出3000日元缉拿第1陆军的政委魏正民，2000日元缉拿当时的指挥官第6师师长金日成和他的参谋崔贤。根据亲历普天堡战斗的当地的居民都看见他了嘛，他带人来的，说所有的人回忆，当时我们看到的金日成40多岁啊，是个中年人。随后日满联军啊，说老王怎么还有满？操，当时那个地方叫满洲国啊，是满洲国是有国军的，满洲国国军和日本关东军啊联军对金日成这个第6师所部进行大搜捕、大围剿，因此造成了金日成同志的就是金日成一世的死亡。抓住了金日成的同党金哲和朴金哲和朴达，朴金哲和朴达供述，金日成当时40来岁啊。那么老王的金城柱当时多少岁啊？你们忘了吗？金城柱24啊。我觉得朝鲜老百姓再糊涂也不会把一个24岁的娃娃脸看成40岁啊。然后老王那他有可能化妆了，好，不许跟我抬杠啊。好了，那么随后日军和满洲国军围捕金日成。1937年不久之后，1937年11月18日啊，就是5个月之后，满洲国军啊，不是日本打死他的，满洲国军在满洲境内击毙了金日成同志。那么朝鲜的京城新闻当天就发布了金日成被满洲国军击毙的报道啊，所以它是有报纸记录的啊。满洲国军的官方月刊《铁心》上，铁做的心啊，发表有当天的记载，叫金日成匪贼讨伐详报。这份文章详细记载了进剿的时间、作战的计划、双方交火的时间以及击毙金日成的记录。然而金日成老兵不死，他只是凋零，所以算下来，后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的金日成2世，在这一年应该是快25岁了。所以正由于这些历史史料的明显的矛盾所以韩国人和日本人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比较著名的拿笔拿本记上很好玩叫李命英这个人木子李，是寿命的命，英雄的英，李命英，在满韩人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专家，出版一本书叫《在满韩人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出版单位是韩国汉城的成均馆大学出版部。李命英，朴甲东是东京朝鲜民主统一救国战线委员长朴甲东。这些人全部都认为，经考证，2个金日成并不是同一个人。那么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专家叫和田春树是个日本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著作有《北韩：从游击革命的金日成到迷雾笼罩的金正恩》一书，以极其权威的日据时代、满洲时代的政府信息和记载，对金日成的真实身份提出了非常可信的怀疑。这集切片会被金正恩通缉 ，sorry 我如果这都是别人说的，不是我说的。你要通缉和田春树、李命英和朴甲东所以
金日成二世，金成柱的真实一面。下一个话题，金日成二世的主要游击活动确实发生在1934年到1940年期间，也就是说，正儿八经的就是周保中记载的那个时间段。他参加的部队是什么呢？哎，你们拿笔拿本记好。刚才不是告诉你们普天堡大战的那支军队，记住了吧？是当时叫东北人民反日联军的第2军。那么金成柱参加的是什么军队呢？参加的军队是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是2支不同的军队啊。这叫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那么1936年之后，他不是都改编成抗日联军了吗？那么那个是抗联第2军，这是抗联第几军？这叫抗联第5军。抗联第5军总指挥还是周保中，就是云南大理人周保中，那是个白族人啊，既不是汉族也不是朝鲜人。金日成二世金成柱仍然是周保中手底下的一名低级军官，他不是师长，那个是师长啊，那40岁的一世是师长。周保中啊非常信任和爱护金日成啊，周保中是云南大理人，也不会韩语，所以这支军队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由中国长大出生的朝鲜族人，其实今天有很多朝鲜人嘛，鲜族军队组成的鲜族军队啊，中共领导下的鲜族军队，活跃于满洲的延吉地区。后来也是在日本和满洲国军的围剿下啊，全军覆灭，基本上全军覆灭，退往1941年退往前苏联啊，苏联国境。所以金成柱也不太会朝鲜话，周保中就更不会朝鲜话了啊。所以2个人呢是好朋友，2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是朝鲜共产党的。那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啊，金日成慢慢的取得了大权在握。这些我所说的这些事实，在朝鲜历史中逐步消失。随着金日成个人崇拜逐步的建立，到了20世纪60年代，1960几年，朝鲜关于满洲抗日游击斗争的历史描述已经全面改版了，不存在东北抗日联军啊，不存在周保中什么事儿啊，只有金日成将军领导的一个只存在于朝鲜官方历史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啊，就是朝鲜今天的人民军的前身。如果有过这支军队，它也是抗日联军整编后的第5军周保中的部队啊。那大家知道，是抗日联他都排不到第1军、第2军，他都排到第5军去了。那么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没有痕迹。周保中啊，一直在中国啊混得还不错。老首长周保中啊，解放后呢回到了应他自己的要求呢，回到了云南啊。老首长周保中在白山黑水战斗一生啊，那么解放后回到了云南。那么60年代周保中就逝世了啊。周保中逝世，金日成闻讯后立即发来唁电，表示深切的哀悼，并指派当时的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周保中同志的灵堂吊唁。今天周保中将军的纪念馆就在大理市湾桥镇啊，大理人就是他的老家。你们如果我的观众有云南大理人，你们可以去周保中纪念馆，你们就会发现大量的有关金日成的真实身份、真实年龄的历史记载啊，因为周保中是他的老领导。那中国方面的资料就是那么可信的吗？不是啊，我跟你们刚才讲的全都是个人回忆录和个人填的那些表，而不是官方的历史啊。中国官方当然不会说我说的这些话了，苏联官方也不会说，俄罗斯官方也不会说。所以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料显然在美化中国共产党，极少强调金日成和朝鲜人在中国满洲或者说东北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你们只要是中国大陆出来的，甚至是台湾出来的，你们所有的人想到东北的时候，想到解放战争，想到林彪的部队的时候，你们压根儿不会把它往朝鲜想，你们就是想到了他有朝鲜，你们也会认为朝鲜人就是打酱油的。如果有朝鲜部队的话，他们要么是打酱油的，要么是拖后腿的。真正的一定是英明神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英明神武的中国共产党以及英明神武的林彪元帅啊，排除一切拖后腿，才打下了江山，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和朝鲜对于金日成的这种变身融合和吹捧是一样的荒诞。中国的宣传，朝鲜的宣传，双方的宣传都在把自己拔高，而摁低对方，并没有谁更加折中。
事实上是要把中国的历史和朝鲜的历史加2，加起来除以2，才是比较还原的客观历史。中国人习惯于将朝鲜人描述为中国革命中的重要的一个但是经常是拖后腿的一个少数民族，可有可无的力量，以及不停的接受援助的恬不知耻。他妈的弄出火坑来以后，就让中国人帮他去火中取栗擦屁股的这样的一个被援助者，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就像朝鲜说哎呀金日成将军不停的拯救中国群众一样，那是不可信的。那么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根据共产国际他们双方共同的爸爸，双方共同的主人共产国际苏联1928年订立的一国一党的指令，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成立一个共产党，不能在一个国家的境内成立2支共产党。所以尚未独立的，因为1928年朝鲜没有独立，韩国也没有独立，尚未独立的在朝鲜境内、韩国境内和中国满洲境内战斗的所有的朝鲜、韩国共产主义游击队员全被吸收到了中国共产党里。因此东北的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有大量的战斗力，这是你们历史上根本不能解释的。弟兄们，你们想一想，用逻辑推演，你们是不是在学习我们的中国历史的时候，你们一直有一个问题萦绕在你的心头？今天老王给你彻底解开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当日本侵略了东三省的时候，国民政府和张学良9·18事变之后，摧枯拉朽就败了，然后什么马占山呀，什么张学良的余部跟着退，有的还在东北抵抗了抵抗，国民党的势力中华民国的势力抵抗，最后就摧枯拉朽。但是坚持在白山黑水作战的，一直坚持到1941年。你想想，从9·18坚持到1941年，就是9年的时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白山黑水吃树皮，赵尚志、杨靖宇一直坚持。你们想想，为什么？你们能解释吗？为什么国民革命汉族战士都会退回来，国民党就都不行，而共产党就那么坚强？你们小时候是不是因为这个就觉得中国共产党才是他妈汉子？操，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共产党的游击队他妈就敢上山打游击，就敢吃苦，就敢吃树皮，肚子里都是树皮，都敢跟日本人满洲伪军拼命，是不是这么想的？是不是？错了，假的。真的是什么？人家是朝鲜人啊，他爸是韩国人呀，他没有地方跑啊，他只能在那儿打呀。他已经跑到中国境内了，他还往哪儿跑？死不退。要不是共产国际最后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让他们进入苏联，整编成远东88旅，他们死不退。1941年打到最后一个人都不退。那我们呢，就只说我们的汉族那几个领导人，其实有大量的韩国的、朝鲜族的战士和干部们死的依然壮烈，甚至更加壮烈。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所以尚未独立的韩国和朝鲜两韩地区的大量的抗日游击队，在那个时间退到了满洲，被编入了中国共产党序列。所以事实上是在中国的东北有大量的成建制的韩国共产党，或者叫朝鲜共产党。大量，老王，大量是多大的量？数据说话。中共的东北武装力量是建立在以朝鲜人为基础上的军队。1931年4月，朝鲜共产主义者和中国的汉族各族的满洲支部合并完成的时候，整个满洲地区满洲国就是东三省，中共党员中90%以上是朝鲜人，这就是大量。在东满地区、南满地区，中共的朝鲜党员比例、朝鲜族比例是96.3%。也就是说，逻辑推演，中朝双方共产党的撕逼像今天这样互相撕当然团结对外，但是内部互相撕互相诋毁对方，都说是我的，都是我的，是自古以来的，而绝非金日成独立以后完成独裁之后，打完朝鲜战争翅膀硬了之后才发生的。不是金日成打完朝鲜战争翅膀硬了之后才发生，而金日成的视角下，或者朝鲜人的视角下，你整个东三省的解放，整个东三省的斗争，96.3%的战士都是我们你有多少？你有3.7%呀，而且你就派个领导呀。那么从底下打仗的到他妈的基层军官全是我们的人，
所以这种双方的偏见和互相警惕是有历史血债基础的啊，双方都不太提啊。要是没有韩国，我们就不知道这段历史了啊。还是韩国人和日本人写了这段历史，春树先生写了这段历史啊，我们才能够翻出来这段历史啊。这个真实的记录叫什么呢？大清洗，凄惨的大清洗啊，就像红军当年在井冈山 AB 团那样的清洗，在满洲在白山黑水之间也发生了，叫民生团啊，不叫 AB 团，叫民生团，韩语发音是民生団啊，民生团就是韩奸团啊，不是汉奸团，是韩奸团啊。韩国人的日本奸，是由亲日的这些韩国人在1932年2月在中国的满洲国成立了个民生团啊。那民生团寻求日本人的合作和满洲国政府的保护，免受共产党的侵害，所以呢，一直向日本政府请愿，要求在朝鲜半岛实现亲日本的韩国人的自治，就是民生团自治。事实上，日本人特别讨厌他们，因为日本人从心眼里极其厌恶任何试图在朝鲜自治的组织，无论这个组织是不是亲日。所以不到半年，1932年2月成立，1932年10月，日本人就不让他们解散了，他们就散了。但是民生团吸收了大量在东三省的朝鲜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在满洲的朝鲜人可能秘密加入民生团怀恨在心，而且疑神疑鬼，立即同步开始大清洗。在1933年到1936年一系列的找出民生团的秘密分子的清洗中，超过1000名朝鲜游击队的干部战士被怀疑为民生团成员，秘密逮捕、秘密枪决，其中就包括金日成本城，就是金城柱啊，不是那个金日成，是那个年轻的金日成。年轻的金日成在1933年底也被怀疑是民生团奸细而被捕，1934年初啊，2个月以后被证明无罪释放了。非常侥幸，因为1000个被捕的民生团朝鲜战士里边有500个人被枪决了。所以那个金日成啊，就是今天这金日成，他为什么讨厌中国啊？他为什么讨厌中国共产党？他一定告诉过金正恩这个事儿，他一定告诉过金日正日和金正恩这件事儿。咱那帮孙子真狠呐！我操他妈真怀疑我们是就不怎么问呐！我操就给绑了咔咔就给毙了！我操，给我们绑1000人啊！那一共多少人？妈一共就几千人呐，一共不到3000人呐。他说咱们不是10个军吗？10个鸡巴毛军啊！我操，我们号称10个军，其实一个军也就是他妈几百人。一个师长就是他妈，实际上我们号称师长就是个营长，带个几百人，100-200人，抓了1000人，毙了500人，一直到1930年代的晚期，啊，朝鲜共产党的游击队才真正从满洲民生团事件中恢复过来元气啊！这种痛苦的基因啊，清洗的伤害，进入了所有朝鲜共产党党员的内心深处。啊，所以他们始终对来自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党员同志们保持有警惕的基因。到了1940年，满洲国军和日本关东军联合围剿啊，讨伐，这叫讨伐队。那么满洲国经济当时稳了以后，又经济腾飞啊。当时1940年前后啊，这个东三省的经济腾飞，民心人民变得很富裕啊，民心思定。在这个大背景下呢，抗联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失去了群众支持，逐渐变得越打人越少啊，几乎全军覆没。金日成就是金日成2世，金日成1世那时候已经牺牲了，1937年他就牺牲了。金日成2世金城柱就是和他的朝鲜部队啊一同越过了苏联边境，在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成立独立第88步兵旅。这个88步兵旅有2个营啊，一个是一营，就叫 A 营，158人 ；B 营114人啊。B 营和 A 营只有这么2个营地。1942年7月，这2个营地的游击队员被重新改编为第25军第88特别侦察旅，由周保中担任中方总指挥官啊，或者朝方总指挥官。金日成和崔庸健是其中职位最高的2个朝鲜营长。金日成第2年啊，就是改编成25军88旅的那一年，金日成获得苏军大卫军衔
深受周保中的器重。金日成本人，就是金承柱本人，并不忌讳这段历史他经常写回忆录，提到自己在满洲基地满洲根据地战斗的生涯，所以他对于这个战斗中，甚至对于这些战斗中的失败和困难，并不讳忌的金日成同志并不讳忌这段历史1933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了，金日成加入由朝鲜人组成的第一军，尽管其指挥官是中国人，但政委都是朝鲜人。我们在东满建立了4个根据地，之后又迅速建立了9个根据地。那么面对随之而来的清剿，我们的所有根据地在1935年全部实现了小欣欣爸爸，这是祝你发大财祝小欣欣健康快乐这个人生一马平川发大财这是金日成自己的日记写的所以金日成指出，我们的错误是，首先我们的游击队不应该过于频繁地寻找日本人主动交战，我们当时应该把力量建立在建立山区的根据地上，而不是没有必要的对日本人挑战这是金日成后来的总结不然没事就找日本人去打去了，又打不过人家。其次，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朝鲜族的就是韩国的地主和富农采取左倾消灭路线，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韩国力量，韩国人、朝鲜人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也就是说，当时朝鲜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对于朝鲜人的地主和富农是要杀人家的、抢人家的。那这个时候，那民心就不站在他们那边。第三，我们面对日本的斗争的同时，我们采取了自我毁灭的倾斜，在反民生团的斗争中，导致了我们许多无辜的好同志被误杀。这种左倾错误，在我们的这个朝鲜部队里抗日联军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就是说，金日成认为3大错误中的一个就是民生团所以金日成惋惜的记载我们的部队在1939年到1941年时期遭受了最重大的损失，不得不退入苏联。所以真正的金日成将军并不是一个常胜将军，也不是一个百战百胜，从14岁就领导就能见了日本人就能打胜仗的这么一个将军，而是不断的打败仗，并且在不断的失败过程中反思自己，并且善于总结的这么一个聪明的前线基层指挥员。所以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他找了一个给他写金日成传的人，这个人叫韩才德，韩国的韩，才总裁的才，德道德的德。这个人是金日成找的枪手，给自己写金日成传这个人很认真的写完金日成传之后呢，就了解了金日成，于是呢他就毫不犹豫的，韩才德同志就毫不犹豫的脱北跑到了韩国。跑到韩国以后，韩才德终生痛斥金日成。韩才德这一辈子前半截为伟大领袖写了自传，后半截就是跑到韩国，就整天就是拆穿那块是他撒谎，那块是撒，这就是韩才德的一生。所以呢，韩才德和包括金日成在接受的美国的记者的采访他们都认识到金日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么一个韩国的共产主义游击队的这么一个领导人。那么龟缩或者蜷缩在苏联边境苟活，这个叫什么？这叫猥琐发育猥琐发育的金日成和他领导的朝鲜族的战士们，终于在二战结束之前关东军被摧枯拉朽，苏联红军进入中国的这个时间，迎来了物种大爆发，直接100多人 A 营，另外100多人 B 营改编之后，在进入朝鲜和东三省的过程中，金日成和他的朝鲜游击队就是远东88旅，直接建立了4个整师，以及38军、39军、40军几个军的炮兵和特种兵部队这都是朝鲜族游击队和满洲国军满洲国军里边也有好多朝鲜族后边的故事我们下一期再讲这一期已经讲了1个多小时了，我累了。好，大老王为什么没成功？什么没成功教主金家的体面被你扒得干净什么呀？我非常敬佩金日成将军，你们不觉得金日成将军他的这种伟大他是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他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他可以不停的吸收不停的吸收金青天将军金日成将军这都变成自己，他变成他是一个伟大的韩国共产主义战士，对不对？王哥不好意思打断您，能够告诉我您推荐的那款放家中的香氛品牌？好像叫 Air Wick， AI2 那个空气 Air， 然后 Wick WICK， 你就在
亚马逊上能找到啊，你在那个加拿大的超市里边也都能找到啊。那个超市贵啊，你就在亚马逊买吧，亚马逊便宜。亚马逊10支装的这个香氛的补充装，100毫升一支的10支装，亚马逊大概30-40加币。在超市里边2支4支大概就要不是2支就要卖16加币啊，所以这个你就在亚马逊买一样的东西。好了，那对他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群人，最后。所以就是很多大家就是笑话，为什么就是笑话呢？因为朝鲜人民那个智慧也没有开嘛，所以朝鲜小粉红就更红，所以朝鲜小孩读的是什么呢？就是白头山传奇金日成将军使用缩地法法术，这是他的这个小学读本啊，小学生就是他朝鲜小学生读物《白头山传奇金日成将军使用缩地法法术》，这是正规出版物啊。继承了白头山灵气的金日成将军展现了惊人的神通，从此让日本军队不敢出来站立不已。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金日成将军使用99种缩地法的故事啊，传遍了3000里锦绣江山。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啊，99种缩地法，这一个啊，走的缩地法，飞的缩地法，前后缩地法啊，总之99种。有一次，金将军为了了解民情啊，从白头山上下来了。打扮成了普通人的样子，走访了几个地方。到了中午的时间，他进入一家面馆吃面，然而不知怎么着被日本间谍发现了。当间谍看到了面馆里的金将军时，调动了数百名日伪警察啊，把那个面馆包围的水泄不通，咵把枪都伸进去了，对着面馆的吃饭的窗户咵全伸进来了几百支步枪。而在面馆里吃饭的顾客们吓得不知所措，举着筷子发抖。只有将军淡定地坐在那里，继续吃着面条，根本不理会枪口，反倒是警察们他从容不迫，开始发呆手抖。这时，只见金日成将军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放在了手掌上，然后轻轻一吹，那张纸飘出了窗外，升向了天空。警察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张纸，再望向面馆时，哎呀，金日成将军已经不在了，不见了！瞬间移动，警察们开始慌乱，大喊大叫。当他们再次抬头看到那张纸时，发现那张纸已经变成一桶席子那么大了，变成了飞毯。而金将军就站在那飞毯上面，对着他们微笑。哇，金日成将军会使用法术啊！警察们惊叫着瘫坐在地上，瘫软不敢动弹啊。那警察局长大喊大叫：“你们都给我起来，向金日成射击！”于是警察只能气喘吁吁的跟着那张飞行的纸张狂奔。他们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啊，无论是泥泞的山谷还是沼泽地，都毫不在意啊。警察们的衣服都被划破了，荆棘拉坏了胳膊腿，还在追。当他们翻过第3座山时，只见那张白纸慢慢降落，最后停在了一座山顶的树丛里。只见将军从纸上轻盈的一跃，纵身跳了下来，环顾四周，观察了一下地形。就在警察们气喘吁吁的围了上来时，将军突然纵身一跃，轻松的越过了一座山峰。金日成将军使用了缩地法，警察们大喊大叫啊，飞走了！原来金日成将军所穿的鞋子十分奇特，鞋底有一种奇妙的装置，只要将军想从这一座山飞到另一座山，鞋底的装置就会自动打开，让他一步轻松跨越山峰。只见这些警察看得目瞪口呆，望着青天无可奈何。这时将军又一次用脚一蹬，一口气又越过了前方的山岭，随后又跨过了后方的山岭，跳来跳去，让敌人目不暇接。这一次将军使用的是前后缩地法。日本的警察眼看着将军时而出现在前方的山，时而出现在后方的山，吓得不敢动了。由此可见，将军不但会用缩地法，飞的缩地法，前后缩地法。哇！直到很久之后，警察们才缓过神来，玩命的往家跑啊！而这时，金日成将军站在对面的山峰上，豪爽的笑了，哈哈哈！于是从旁边折下一根艾蒿，在地上画了3个圈。随着一声巨响，警察正在奔跑的山谷前后左右的山开始坍塌，向彼此画拢，出现了滑坡，狠狠地埋在了一起，惊天动地。谷中的警察和日本特务连一声喊叫都没有发出，就被彻底的埋没了。由此看来，将军这次使用的事实上山峰相撞的山峰相撞缩地法。我靠，这他妈的你要看着这个东西，你不是傻逼了吗？所以
所以你知道这个国家为什么变成一个傻逼国家？就是饿死了都他妈不造反，因为他整天只能看到这些东西。这一代一代下来之后就他妈傻逼了啊！所以我们讲朝鲜历史啊，讲韩国历史，就是为了启迪我们中国人要接触世界的各方面的知识，千万不能只相信教科书啊，也不能只相信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妈的，他迟早有一天给你带到沟里去。最后他妈人都反制了。以前的韩国人多聪明啊！现在的韩国人也很聪明啊，但是现在韩国的北边那边了就不太聪明了。为什么？那连长得都不一样了啊，又黑又瘦又小了。为什么呢？又猥琐，就是看这玩意儿看的。另外吃不饱，对不对？生产力受到束缚，吃不饱。那另外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俄罗斯、北朝鲜、中国，他在共产党独裁取得政权的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路子的，它是绝对不会分裂的。无论如何，中国、朝鲜和俄罗斯无论如何打，如果内讧内杠不止，但是一旦出现外力，他们都会团结在一起。你看完这个他们不团结就怪了。他们不团结，也许6、7代以后不团结，但是在3代老人还都在的时候，他们会团结的。因为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啊，小孩缩地法那些小孩不知道啊，他们都知道，都是这么来的。这玩意儿彼此之间一定要互相照应啊，否则的话，这不全穿帮了吗？对不对？好嘞。今天就这么地吧啊！今天我们就把金承柱将军、金日成将军的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都是假的，就完全没有官方的历史的任何的依据，所以大家不要信啊！你就在里边咂摸这个逻辑就行，就当一个说书啊，这个就是一个书啊，这就是演绎啊，不是真的，所以大家不要当真啊！好嘞，朝鲜主要离东塔太近，人民没法反啊！哈哈哈，组成粪坑的3堵墙啊！教主收了神通吧。不讲娃娃第2期了，讲娃娃第2期的话，这太干了。好嘞，再见啊，拜拜啊，拜拜。